中国选手蔡雄雄出国比赛，竟遭老外在称重现场恶意偷袭，一拳命中下巴，直接当场昏死。对手偷袭完后便想溜之大吉，不负任何责任。而赛事官方早已堵住了出口，将肇事的外国选手打得鼻青脸肿。在比赛的第二天更是惨烈，所有的中国选手同仇敌忾，将外国战队打了个人仰马翻，为蔡雄雄报仇。而中国选手在国际赛场被偷袭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来自韩国的黑帮拳王在发布会现场直接动手推搡中国硬汉，更是步步紧逼，一边辱骂中国选手，一边动手打人。刚才打人的这个韩国选手名叫金在勋，从满背的纹身就能看出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没错，据金在勋自己所言，他是山口组的最强打手，相当于双花红棍。而他对于中国选手的态度也是赤裸裸的恶意歧视。在他的赛前采访中就嚣张嘲讽道，面对中国人他从来没输过，至于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打废5个中国选手了，这次他会直接把中国人打进医院，彻底铲除掉中国选手在重量级的影响力。而这次出战的中国选手正是来自内蒙古的敖日格勒。敖日格勒是中国 MMA 界冉冉升起的超新星，此前敖日格勒曾对阵过2米的韩国巨人崔洪万，还在1回合内就 KO 了日本老将藤田和之，实力深不可测。这次面对上嚣张的韩国棒子，敖日格勒也是信心十足。好了，那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看一下这场精彩的大战吧。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第1回合正式开战，由敖日格勒对阵金在勋。刚开局我们能看到2位选手没有贸然出手，敖日格勒呢非常淡定的慢慢向前试探金在勋呢则是在原地站着不动。敖日格勒勾勾手，你小子赛前不是挺能放话嘲讽吗？来到比赛正赛了，反倒站着不敢动了这金在勋目前感觉好像有点嘴强王者的意思敖日格勒已经占据了擂台中心，他慢慢往前逼近，压制金在勋的走位。现在金在勋的移动身位呢已经被限制到了一个很小的距离，老牛冲撞，但效果没什么用，只能说是将自己的移动范围顶开了。2位选手正面换拳，敖日格勒连续的左右手重击，金在勋有点遭重，他选择近身搂抱，顶在边角，看敖日格勒下一步的动作。继父，两人在边角僵持着。金在勋现在是将对手顶在了边角，这个位置他看起来是想将敖日格勒锁死在这里，去消耗敖日格勒的体力。那现在2位选手还在僵持着，赛前口气倒是不小但是比赛中这种乌龟式的打法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拉开距离，现在拉开了距离，2人再次回到擂台中心。开局这种乌龟式的打法已经引起了现场观众的不满了，有观众已经开始在这儿嘲讽金在勋了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也能听清，在这儿一直给金在勋喝倒彩。时间还剩3分钟，第1回合，但是第1回合目前对抗不是很激烈。这个嚣张的韩国棒子这种打法真的是让人看的只想笑。我们结合到他赛前的那种行为动作真的是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敖日格勒也是蹲在地上做出了一个嘲讽动作，金在勋还想模仿敖日格勒瞬间就打过来了，赶快做出积极换拳。现场观众的这种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沸腾起来了。观众们等太久了这场比赛没有什么激烈的对抗，到目前为止都是敖日格勒单方面在主动进攻，但是金在勋过于保守了，也让这场比赛变成了一个追逐战。好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第2回合，金在勋终于是没有上一回合那么怂了，终于是敢主动出击了。敖日格呢是慢慢往前逼近，2人换拳，左手重击，右手重击再砸头部。敖日格勒这几发重拳命中的非常精准，
金在勋被打得有点不敢还击了啊！奥日格勒这个拳刚到面前啊，他吓得直接躲下去了，有点搞笑，太松了啊！还什么日本山口组最强打手，我只能说韩国人的这种想象力啊，还有吹牛的能力，绝对是世界一流。1分钟，金在勋试图出腿，奥日格勒冲了过去，抵到边角。两人近身缠斗，那这边的话还剩最后1分钟，奥日格勒选择近身的攻击，近身击腹，顶膝，再来顶膝，连续的顶膝命中，再击腹部。可以看到现场的韩国团队啊也是非常的着急。这边能看到啊，金在勋表现出了非常痛苦的样子，他捂住自己的要害部位，向裁判表示自己啊被奥日格勒击中要害了。但是看得懂比赛的人都知道啊，这显然是金在勋拖延比赛时间的一种方法。那么来看一下这波的回放，金在勋这边在边角等着对手进攻，奥日格勒是一发简单的顶膝，顶到的应该是腹部啊，而并非他说的要害部位，这明显是为了拖延时间。金在勋这场比赛中主打的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啊，消磨生命。摆拳，摆拳迎击，又是近身的搂抱。这一波再抵到边角，感觉奥日格勒的脾气要上来了啊！对手一直用这种恶心人的乌龟式打法，真的要把人逼急了。右手重拳不断打到你的脑壳上啊，敲你脑袋瓜子。好的，铃声吹响。那这边的话，来到第3回合，奥日格勒开局即猛攻，这一回合他彻底忍不了了，拳腿配合，这边还有个孤劲的膝顶，将对手放倒之后，左右手的重击不断补上。奥日格勒现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将嚣张的金在勋 KO 掉。我们可以想象到啊，在赛前对手放出如此嚣张的话语，而且还在发布会上动手推搡打人。那来到赛场之后呢，又用这种恶心人的乌龟战术，恶心了2个回合。带入奥日格勒视角啊，真的是非常令人火大。那这边连续的重拳补上，裁判叫停了比赛。这场比赛在第3回合刚开局就结束了。奥日格勒在前2回合打的还是很谨慎的，因为对手啊名气比较大，但没想到面对上奥日格勒本身之后，变成如此胆小的模样啊！早知道第1回合上来就是这种打法，那直接就给他1回合 KO 了，浪费了2个回合的时间啊！台下的观众也是为奥日格勒呐喊加油。这场比赛虽然前2回合打得非常的慢节奏，但是在第3回合这一开局爽快的 KO 啊，也是让人的精神再次回归。让我们在视频的最后再次恭喜奥日格勒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场爽快的 KO 啊，也是让人精神一振。那不知道各位观众看完之后有什么没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帮忙点赞、转关注。我是徐峰，我们视频不3再见。 데미지가 들어갔던 것 같아요. 니킥 이후에 헤드킥을 맞고 이제 쓰러졌는데 분명히 좀 준비한 게 있었거든요. 양훅을 사용하고 여기서 니킥. 여기서 충격이 갔고 중심을 잡지 못하고 쓰러졌고요. 네. 결국 아우르코르가 무잔급 8강 토너먼트에서 승리를 거두면서 준결승으로 가게 됐습니다. 현재 아우르코르와 일버트 아이블과 올리 톰슨, 캐시 바넷 4명이 그랑프리 준결승행을 결정지었습니다. 그렇습니다.